มีสิทธิ์去唔成啊。早安，今天这集呢不讲旅行，之前发的东京影片，就储存的东京影片已经发了七七八八了，而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了新的方向。就是拍影片的新的方向，然后这个就是半年之后，就是手术半年之后的样子的我，被瘦了吧？然后我其实也在慢慢的希望练多一点肌肉。很多人好奇就是手术之后我过得怎么样？就是距离那场手术呢已经差不多半年了。然后这个半年呢，我就发了一个香港的影片之外呢，过后我就发了东京的影片，因为是之前的存档的影片。那现在呢，我正式又重新拍一个影片。这半年呢，其实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很多。也慢慢重新找回自己新的节奏啦，新的生活的节奏。所以接下来我也想拍一些除了关于旅行之外，想多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。今天我就带你去看看平时的我是怎么生活，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地方沙巴雅比是怎么生活的。今天就带你过个很普通的日子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20分，对，我7点半呢，就是等一下会上一个课，就是做 Hard Rock Training。对，一大早我6点半我就起床了。就是今天是星期六，然后我已经塞了，就是去做个运动的行程。最近我已经迷上了早上流汗的这个习惯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就是一个星期2、3次啦，就早起然后去做运动。那现在就跟我去做运动哦 ，Let's go。没错，现在就来做运动。早上流汗的那种快感，流汗过后就感觉上就不用喝咖啡了，就是运动就变成我喝咖啡，我觉得就蛮喜欢这个感觉的，就尽力去做，就不会拿很重啦。就是医生有说不能拿太重，就开始慢慢会越拿越重。第一圈我已经爆累了，今天蛮多跑了，所以还蛮累的。很帅气的动作，很多汗了，还有8分钟，才完成这次的 workout。完成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 menu， 36分钟就完成了这些。嗨，刚刚做完运动了，超累的，但好爽。就去吃早餐，这是我平时的星期六就是这样子，就选一个地方吃个早餐。那沙巴雅比不大啦，所以我们吃早餐的地方来去都是那几个。那住在沙巴有什么感觉呢？就是从小到大生活在沙巴雅比有什么感觉？就是身为沙巴雅比人，就是相比吉隆坡啊、台北啊、香港这些比较大的城市，我们沙巴雅比就是一个小城市。小城市就是人口当然比较少一点点，所以当然有时候你在街上很容易就遇到一些很熟脸孔的人，那叫不出名字，就是因为你太常看到他们了。今天就带你们到处跟我走走就对了，就是看一下我平时都在干嘛啊。刚才就是带你们看，就是我做了运动，做完运动下去吃早餐，吃早餐之后呢，还有一些 activity。我就今天去剪头发，所以我戴了个帽子对，然后我今天穿了这个很可爱的衣服，你看那小狐狸，对，超可爱的。就看到很多的猴子在路上面。这里就是游客很常来的啦，但是我还蛮喜欢这里的一间咖啡厅的。这里的缺点是很难找 parking 就是每次来这边我都要找 parking， 找很久的 parking。那边有一个 parking， 耶！那旅伴现在就先去买小盘，最近我很爱吃小盘就是那个有盐的味道的那个小盘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就整个 KK 还开始蛮多人有在卖小盘。你看这个很可爱的画像。在等我的早餐来的时候，就可以跟你们聊聊。就是很多人就问我说，你是马来西亚人，你是沙巴人，为什么讲话没有马来西亚口音？
其实我讲话是很有马来西亚口音，只是我在录的时候对镜头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知不觉会转换我的讲话的方式。对，因为就是很多台湾朋友，对，如果你了解马来西亚，大概都知道我们马来西亚人会讲3种语言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学的就是马来文、中文跟英文，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都会学的就是马来文跟英文，然后中文就是我们都会说中文了，大部分都会说中文。从小基本上就接触这个3种语言，但对我来说呢，还不只是这3种语言。对，我跟我爸爸讲的是福建话，就是 Hokkien Oi， 我们就是槟城人，很多人就会讲福建话 Hokkien Oi， 然后我们沙巴人呢，大部分都会讲客家话哈嘎哇，大部分的亲戚长辈们讲的都是客家话哈嘎哇，然后通常长辈们之间的对话都是用客家话，因为现在目前啊这种就是客家话。然后我之前在吉隆坡的时候，就是有跟 contractor 很常用广东话了，就是在 TVB 学的广东话。对，那在纽西兰工作了一阵子，所以呢完全都是用英文在沟通。所以呢，你有时候听我讲话，我会 mix 很多不同的语言。我的早餐来了，这个有 passion fruit， 这是百香果，然后有那个 spinach， 对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吃这个的，很清爽的感觉。这就是我的早餐。太想吃了，然后不好意思在店家下面吃，所以我就外面吃这个，很好吃哎！我最近超爱吃小盘，吃饱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剪头发。今天我的店在一个 shopping mall 卖东西啦，所以呢要去帮忙一下。没错，你看这个就是沙巴雅比，就是没有高楼大厦啦，就是全部都是矮矮的建筑，大部分都是矮的建筑。现在剪头发时间，这是还没剪头发的时候。Do you hear that? My sanity about to break while everyone I know's out. 讲完啦，当稍微剪短一点点。看起来 OK 吗？现在要回去我开的 Bakery Cafe 帮忙一下，因为今天有一些活动要办，所以要去帮忙。我们先去出发。那至于我下午就是中午午餐到底吃什么呢？我吃的东西现在都还蛮比较的健康。所谓的健康，就是我比较注重于饮食均衡这个事情，这非常的注重于一定要先吃蔬菜，再吃 protein 蛋白质，然后再吃 carbs 就是淀粉类的，就是蔬菜为主，然后尽量选择很多颜色的蔬菜一起配搭来吃。我的同事呢，就是厨房的同事就会帮我准备好菜类啊，今天要吃什么，我就会叫同事帮我准备这样子，他们也很好的帮我准备我的午餐。这个是我很多时候都是这么吃，就是通常会有一个鸡蛋，然后呢有番茄啊，然后紫色的 purple cabbage， 这个通常都是我搭配的食物啦，就是有鸡蛋、三文鱼、salmon就是有菜，然后有 carrot 是菠菜面啦。然后最近我也爱上了，而且我知道吃这个很健康，就是纳豆。就是一个星期我大概吃个3、4次、4、5次，我都会吃纳豆，因为纳豆对我的肠胃还蛮健康的，所以我就会吃纳豆，而且我也已经习惯吃纳豆，之前我不习惯吃，但我蛮喜欢吃纳豆的现在。那很多时候就是我旅伴都会说，哇，你吃的东西怎么没有味道？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，就是最近吃的东西都很平淡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变蛮多的，就是吃的方面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我改变最大的就是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甜点的人，我个人真的超爱吃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把甜点都已经算是戒掉了，也没有完全戒掉，我还是有一些我会吃，但是吃一点点。那我个人还是有吃一点甜，就是黑巧克力就是99%的，对。我有买到一个99%的黑巧克力，我个人已经蛮喜欢吃的。以前我没想过自己会喜欢爱上吃黑巧克力这件事情。
那我觉得黑巧克力吃下去也蛮好吃，感觉上也是蛮健康的黑巧克力，饭后的小甜点吧。对。那现在刚刚去我的店铺里面拿了一些蛋糕，然后今天有在那个购物广场那边有摆档子，对，然后就卖一些蛋糕，所以现在就准备拿蛋糕过去。我们摆档的地方很热哎，这里有卖雪糕啊，一些吃的啊，现在就来这个档子，我们这边摆档。这个我们有卖蛋糕啊，卖一些 cookies 之类的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蛋糕啦，还有一些吃的都有。对，刚好拿到的位置有点热，所以也没晒太阳，招客户。现在4点多我就去做我的 PT personal training， 主要是练我的 muscle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上半身的 muscle 需要练一下，就是希望可以练我的胸肌大一点点，手臂也好看一点，所以就特别请了一个 PT 来教我们。好累啊！今天的手臂，我现在手臂是超酸的，我很难举起来我的手臂了。但很满足啦，就是看到自己有进展。Sign up for 这个 personal trainer 是因为觉得一定要很好的慢慢的重新训练回我的 muscle， 至少有一个 personal trainer 看着我，所以没有这么容易受伤吧。距离那场手术已经半年了，生活好像也不知不觉间变成另外一个样子。运动很累，接到甜食也很难，但看到自己一点一点的进步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棒。在亚比这些平凡日子里面，我也好像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节奏。谢谢你们一直陪我经历这些转变，而我也在学习怎么把旅游影片拍得更好，拍出你们会喜欢看的影片。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往前走吧。